可能听过唐人街，但牛车水不只是一条街，它是一整片华人移民留下生活痕迹的地方，也是新加坡文化最浓的一页。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片充满声音与气味的老街区，看看还能闻出多少旧时光的味道。从牛车水地铁站 A 出口一出来，就直接走进了宝塔街。这条街绝对是牛车水最热闹、最有烟火气的地方。两边是彩色鲜艳的骑楼，街上人来人往。各式诱人的美食，琳琅满目的纪念品，还有充满中国特色的剪纸。高高挂起的红灯笼，一片红红火火。这条历史悠久的街区，过去可是牛车水苦力的贸易中心。进牛车水原贸馆，可以身临其境地了解牛车水的过去。走进牛车水原贸馆，仿佛穿越时光，回到新加坡还是小海港的年代。中国南下的移民在牛车水艰辛谋生。这是1楼的裁缝铺，2楼是住家，每一个隔间就住着一个家庭。公用厨房挤在昏暗的走廊，空气中仿佛还飘着鸦片的味道。最震撼的是，在这个小隔间里住着一家10口，父亲是工厂工人，母亲是裁缝，他们有8个孩子。这个狭小的空间既是家，也是读书温习的地方，还是全家人的游乐场。这个隔间住的一位医生和他的家人，他们常年免费为穷人看病。这里既是他们的家，也是社区的诊所。馆内重现的100年老店和传统小贩美食，至今仍是新加坡街头熟悉的风景。一走出原贸馆，我的视网膜上还挂着那间昏暗的小隔间，回过神来，已经像是走进了一部3D 的魔幻片。沿着宝塔街继续走一小段，就拐进了桥南路。这条街有个特别的名字，叫和谐街。
这里聚集了来自不同宗教的庙宇与教堂，是新加坡宗教文化的一个缩影。像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座绿色双塔建筑，就是詹美清真寺。它的外形特别不像印象中的清真寺，反而有点像欧洲教堂混搭中式围墙。它建于1826年，是新加坡最早的伊斯兰宗教场所之一。再往前走一点是马里安曼辛都庙，这座寺庙建于1823年，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新都庙，到现在香火仍然鼎盛。这边的氛围和旁边的清真寺形成鲜明的对比，但又非常和谐的共存着。站在这条街上，一边是清真寺，一边是香火旺盛的印度庙。开始觉得这条街好像不是唐人街，不同宗教并排而立，却能各自安好，这种和谐共处在这里已经是种日常。再往前一点，我们拐进了史密斯街。感觉一下子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。一家100年老店，这是现存最古老的海南咖啡店。对面就是这座很有历史的黎春院，是座粤剧院，当年特别受早期华人移民喜欢，现在已经改成酒店了。刚好那天碰上街头有表演，街舞和传统文化在这里碰撞，感觉历史和现在就在眼前交织，好像粤剧和街舞在对话。东方和西方在这混得特别自然，好像本来就应该是这样，完全不觉得奇怪。从史密斯街回到桥南路，往前没多远，就是这座宏伟的中式建筑，就是佛牙寺龙华院。我是从它正门进去的，正对的牛车水大厦。1楼走进去可以自由参观，楼上也可以上去，只是有些区域不允许拍照。佛牙寺2007年对外开放，次年举行了庄严的开光仪式，正式成为新加坡佛教地标之一，供奉着来自缅甸的佛牙舍利。有趣的是，整座建筑包括精巧的屋顶在内，修建时没有使用一颗钉子，它依靠嵌套和重叠的设计，就像一张巨大的拼图。这不仅让结构异常稳固，也独具美感。
的宗教场所很多当年都建在靠近旧海岸线的地方。以前船一靠岸，人们第一件事常常就是来庙里祈福，感谢平安到达。所以他们不只是信仰的象征，更是早期渔民的集体记忆。这些年，新加坡的宗教面貌一直在变化，但不同信仰之间的尊重和共持却从来没有变。从佛牙寺出来，路对面就是东兴饼家。我在牛车水原貌馆里才刚看到他的名字，现在就站在他门口，有点穿越的感觉。走进去挑了几样传统的酥饼和蛋挞，想带着这点老味道去找一个地方，安祥山的那口老水井。这条山坡小路过去是许多苦力居住的地方，那口井就是他们挑水的源头，但现在沿途已经换了模样，成了私人住宅、商业空间，还有保留下来的老店屋。我查了地图，沿着科纳街走，结果发现那条路走不通，又绕回安贤山路。走到尽头的一个小亭子，碰上几位老外，不知道是不是也在找井。这里记事不大，绕几圈就回到原地了。我心里其实知道那口水井可能早就不在了，但还是忍不住想看看它原来在的地方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。后来看到一群人，听口音是新加坡本地华人，可能也是来找这段记忆的。我在亭子里坐了一会儿，正好吃了一个刚才在东兴买的饼。百年老店之所以能撑到现在，总有它的理由，也许就藏在这饼的味道里。你们觉得呢？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，你找不见它，却能在味道里、地形里感觉到它的存在。这里是 Viceroy 熟食中心，汇聚了新加坡一些顶级的熟食摊位。在新加坡要找哪家摊位最好吃，其实很简单，就看哪家排队的人最多。你看那家长龙，那就是天天海南鸡饭，号称米其林推荐，也的确是很多本地人心中的第一名。只是呢，想吃上一口，可得耐心排上一阵子。像我今天就没那个时间，只好放弃，转头去买了一碗鱼片米粉，味道也很好，汤头清淡鲜甜，是新加坡熟食中心的另一种日常味道。夜幕降临，牛车水也换了一副模样。我从丹绒八葛一路走来，整条街灯光渐亮，空气里多了一点夜色的温度。周围是一排排的韩国餐厅、烤肉店、韩式酒吧。说实话，走在这里感觉都快不是牛车水了，像是突然穿进了新加坡的韩国城。街道两旁的灯是彩色的，人来人往，热气腾腾。
这种混搭的感觉真的是新加坡特有的美学。走到公西路和尼路的交界口了，远远看到一家餐厅门口排着长队，就知道多半又是米其林的常客。果不其然，国城赫然在列。我没有停下脚步，就这样从它热闹的门口走过，继续往前走。公西路是一条历史悠久的道路，它连接着新桥路和尼路，也与水车路交汇。这里最早是住宅区，后来一度成为红灯区，再后来演变成一个充满活力的商业空间，时尚酒店、特色餐厅、历史店屋混杂其间，每一步都踩在变天的痕迹上。走着走着，在一个转角，一座色彩缤纷的印度庙静静地屹立，正好就是水车路的交汇口。这也太新加坡了，可能前一秒还在米其林餐厅前排队，下一秒就走进了宗教的宁静。语言、信仰、味道在这里不是对立的，而是彼此穿插，互相包容。牛车水从来就不是一个封闭的唐人街，它更像是一座流动的文化交汇站。越走向它的边缘，越能感受到新加坡真正的核心气质：多元并存，和而不同。下一站，我们去牙龙市买，感受马来文化的日常气味。看一看这座城市的另一种生活节奏。这里是新加坡风情街，我们街头见。